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兰花频道。今天要用这个影片跟大家分享这一个款式的兰花，它的名字叫做 Flashy Yellow。 它们是我兰花里面少数几株是有名字名牌的超市兰花。那我之所以说它们复数，你这边应该也看到了，其实它是2颗在同一个容器里面。当初我看到的时候，它就是2株不同的个体在一个盆子里面贩售，那价格一样，所以我都称这一株或他们2个叫买一送一，或是 everybody half off， 就是每个半价。这个情况我已经遇过第3次吧。那其实我通常这种情况，这一次是没有把它们分开来养，我就一样放在同一个容器里面来种。但是前面的2次呢，我都有把这种买一送一的情况啊，放到不同的容器里面去做不同质料介质的种植，或者是不同位置的摆放，去看它们的这个生长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表现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当然啦，这个也只是好玩哦，因为毕竟2株不同的个体本身就有可能存在着强弱之分，所以呢，即便是同一批，然后分开来，然后放不同的地方，或接受不同的阳光、养分、不同的介质，甚至水的多寡，都不一定会有很明显显著的差异或相同点，只是说就因为好玩，然后有不同的变化来跟大家做分享而已哦。我第一次遇到2株兰花在同一个容器里面，然后我买到带回家，我是把它分开来养。第一株是种在一种无机介质小的陶盆里面，另外一株我是把它用在纯水培的这种种植方式去做实验。那一批里面有一大一小，小颗的呢放在水培里面养了一阵子还行，之后它就走下坡，所以那一颗其实后来没有存活，你也可以说是被我养死。那再来的第2次呢，有另外一颗另外一批买到是2株一样这样情况，他们也是目前是在一起种植，但是那一颗呢就是介质半水耕。那这一批这2颗呢，我是目前用无机介质，但是是杯底有洞的，然后内外杯交叠。等一下呢，在它开花影片里面就会看到它的一个杯子跟介质的状况。2株兰花3花梗，目前来说，我觉得对这一款兰花算是不错的表现。当初买回来的时候，它们呢，其中1颗有开花，另外1株就没有什么表现。那这一次呢，2株都同时开花，就造成了非常热闹的景象。它花的正中心稍微有点白，然后再加上一点红色，然后大部分是黄色，其实看起来还算是讨喜。但是它其实没有什么味道，有味道，但是不怎么好闻，不是那种香的味道，所以是我觉得这款兰花比较可惜的地方。所以就是真的就是当纯观赏，然后不要太靠近，因为太靠近你闻到，你会知道有味道，但是不是好闻的香气。对了，说到香味，我最近有收到一位兰友的留言问我说我有没有在卖会香的兰花。在这边要跟他说因为我也只是养兰花，把它当做一个兴趣。我所有的兰花里面了不起有重复的也就是2颗，所以我没有在做兰花的贩售这些也都是我特别花钱，然后跟不同的兰园或者是超市各个通路去收集去买的，所以我个人是没有在做兰花买卖的。
如果你想要就是找一些会香的兰花，还是建议你上去网站上面，然后找专业的兰园跟他们联系。那这一次这个开花周期，我对他们3个花梗是都没有特别用铁丝去做固定哦，主要是它放置的位置哦，也是在架子偏比较外面，就是靠近边缘，所以我也是让它就以一个自然的方式来呈现它开花，就没有特别要把它的花梗弄得直挺挺的，然后再让它就是看它要怎么长，我没有这样做。有时候为了节省空间我会这样，但是它的花梗当时在长的时候，我就知道它的花梗不会特别的长，所以呢就让它自然的一个倾斜的角度就开始自然长它的花苞，我就没有去特别动它。那这边就是它的一个当时开花的样子，也是全雷打，也就是说啊，全部的花苞都有打开，完全没有任何的花苞是消掉不开花的。养护方面，这颗也是一样，每一次都是1/4杯的水。那月底的时候，我会只用清水去做浸泡，然后他们每一次得到的这个肥料的浓度呢，是只有25%。那你看到这边哦，其实它也已经长得蛮高的，因为兰花一直长新叶子长上去之后，它底部的叶子还有茎干会越来越高，所以呢，下一次再对它们进行换盆换容器的动作的时候呢，我就会把比较偏底部的这些老根系跟老的茎干呢，会做一个修剪，把它们再重新种深一点，种到杯子容器里面。那你这边有看到它杯底有洞的这种传统种植方式，搭配无机介质，其实这颗兰花蛮喜欢蛮适应的。但是杯底有洞唯一的坏处就是有时候根系它的确会从孔洞中就是长出来，像你看到的这个样子哦。但是还好，因为有外杯，所以它还算是有受到一些控制限制，而不至于乱长。只是有时候在沥水的时候那根系有时候的确会就是把洞口堵住哦，所以有时候沥水的时候会花的时间会比较久哦。这边来顺便做一下问卷调查。你们如果是这颗兰花的主人，你会想要把它们2个分开种来做实验，还是继续种在一起呢？或是假使你遇到这样的情况，2株卖1个价钱，你会不会也把它放进你的购物车里面呢？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